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刻？今天终于没事了，没有人催你，没有讯息要回，没有工作卡着你，你原本以为自己会松一口气，结果没有。你坐下来，躺下来，划两下手机，甚至才刚准备放空，心里就开始冒出声音：我这样是不是太废了？别人现在是不是还在努力？我是不是又浪费一天了？最奇怪的是，你不是不知道自己很累，你知道你已经很久没真的休息好了，但一旦真的有空，一旦真的停下来，你又开始坐立难安。所以问题根本不是你没有时间休息，问题是你开始不会休息了。更准确一点说，你不是不会休息，你是已经把休息这件事活成了一种罪恶。这期看完，你会看见几件事，你会看见为什么有些人不是忙到停不下来，而是停下来以后反而会开始讨厌自己。你会看见为什么休息这件事对很多人来说早就不是享受，而像是一场需要不断证明自己有资格的审判。你会看见为什么你明明已经很累了，却还是会一边滑手机，一边焦虑，一边骂自己废。还有最后最黑的一层，你会发现你真正害怕的可能从来不是今天没做事，你真正害怕的是一旦没有产出，没有成绩，没有被需要，没有被认可，你还剩下什么？如果你也常常一停下来就不安，那今天这集就是在拆你。欢迎回来，我是瑞。今天我们拆一个很多人每天都在经历却很少真的说破的东西。为什么你一休息就开始觉得自己很废？第一层，你不是不会休息，你是把有价值绑在了有产出上。很多人会以为自己一休息就焦虑，是因为事情真的很多，压力真的太大，现实真的太逼人。这些当然都是真的，但如果你只停在这里，你会看不见真正的问题。因为有些人不是忙，是只要一不忙就开始怀疑自己有没有价值。这两种状态差很多，前者是现实层面的时间挤压，后者是心理层面的价值坍塌。也就是说，你焦虑的不只是今天没做什么，你焦虑的是今天没做什么的时候，我是不是就变得没用了？心理学里有一个术语叫 contingent self-worth， 中文常翻成条件式自我价值，意思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不是稳定的建立在我这个人本身有价值上，而是建立在某些外在条件上。我有成绩，我才有价值；我有产出，我才配放心；我够努力，我才不算烂。一旦你长期这样活，休息就会变成一件很危险的事，因为休息会让你暂时失去那些外在证明，你没有在交成绩，没有在解决问题，没有在推进进度，而你的脑子会把这几小时的安静自动翻译成你正在落后，你正在变弱，你正在浪费自己。所以很多人一休息就焦虑，不是因为他真的有那么多非做不可的事，而是因为他已经被训练成只有产出的时候才比较像个合格的人。最狠的地方就在这里，你以为自己是在追求进步，其实很多时候你只是被训练成没有在前进的时候就开始讨厌自己。第二层，你不是爱努力，你只是已经把休息活成了不安。这里要补一个更日常也更黑的东西，很多人嘴上会说自己想休息，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最让人停不下来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一停下来你就会听见自己，你会开始听见那些白天没空想的东西。我是不是没有别人厉害？我这样下去到底会不会有结果？我是不是已经落后了？所以很多人不是单纯不爱休息，他是不想面对休息时那个没有事情挡着，没有声音盖着，没有进度可以抓住的自己。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明明说自己在休息，实际上却只是在进行另一种形式的逃避，一直滑手机，一直看影片，一直切来切去，一直给大脑灌东西，就是不肯让自己真的静下来。因为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累，而是安静。累的时候，你至少还可以告诉自己，我很努力，我有在做事。可一安静下来，很多人会突然不知道，如果我现在什么都没做，那我是谁？而一旦那个撑架抽掉，你就会开始感觉自己很虚。所以你不是天生坐不住，你是太习惯用忙碌去压住那些你不想面对的东西。第三层，你会觉得自己很废，不只是因为社会逼你，也是因为你已经开始听那套逻辑说话。这层开始更黑，如果只是社会在逼你，事情其实还没这么糟。真正糟的是，你开始自己听那套逻辑说话了。什么意思？就是你明明已经很累，明明知道自己需要休息，但你的脑子还是会自动跳出来替剥削辩护。别人也都这样，我现在休息，明天就会更惨，先撑过去再说，我现在没资格休息。你有没有发现，这些话都不是别人此刻在你耳边讲的，是你自己在讲，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
心理学里有一个理论叫 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 系统正当化理论，1994年心理学家 John Jost 等人提出。他在讲一个很残忍的现象，当一个人长期活在一个自己很难逃开的系统里，大脑为了让你继续活下去，会慢慢开始把那个系统合理化。简单说就是，你不只是被困住，你还会慢慢开始说服自己，这个系统其实没那么坏。为什么？因为承认自己活在一个让人耗损、失衡、长期被榨干的结构里是很痛的。承认自己每天都在用生命换一点稳定，会痛；承认自己这么努力，可能也不一定有结果，会痛；承认很多应该更努力的声音，本质上只是让你不敢停下来，也会痛。所以你的大脑会帮你做一件事，把痛翻译成合理，于是你开始对自己说，累一点正常，大家都这样，先撑住比较重要。也正因为这样，它才最难拆，因为现代社会确实奖励勤奋，奖励高产，奖励随时在线，奖励永远不够的那种人。所以你会慢慢学会一件事，不是去质疑这套逻辑，而是努力让自己变成一个更能忍、更能撑、更会自我驱动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最狠的剥削者，最后会变成自己，老板已经下班了，客户已经睡了，所有人都不看你了。结果真正还在逼你的是你自己的脑，这时候最黑的已经不是环境，而是你开始把环境的语言装进了自己的嘴里。第4层，你熬夜、拖延、滑手机，不一定是在放纵，你可能只是在偷偷把失去的自己拿回来一点。这里要补一个很多人都会中的现象，有些人白天很拼、很自律、很会撑、很会逼自己，看起来也很上进，可是一到晚上，整个人突然垮掉，开始拖延，开始乱滑，开始报复性熬夜，开始什么都不想管。表面看很矛盾，但其实一点都不矛盾，因为那不是你突然变懒，那常常是你白天被压太久以后，晚上再偷偷把自己抢回来一点。白天你不能随便停，不能废，不能情绪差，不能没效率，不能说不想，不能真的照自己的节奏活。所以一到晚上，你会出现一种很奇怪的执念，这几个小时至少是我的，我今天白天已经够不像我自己了，晚上这点时间我不想再交出去。于是你明明很累，却还是不睡，明明知道明天会更惨，还是继续滑，因为那不只是滑手机，那是一种很小、很碎但很真实的反抗。问题是，这种反抗通常很贵，因为你拿回来的是一点点我还有自己的感觉，代价却是第二天更累、更烂、更焦虑、更讨厌自己。于是循环开始了，白天更用力撑，晚上更舍不得停，第二天更痛苦，然后你再告诉自己，我果然很废。这就是很多人会陷进去的地方，他不是不会自律，恰恰相反，很多最容易夜里崩掉的人，白天往往就是最会逼自己的那种人。第5层，你真正怕的不是今天没做事，你怕的是，如果我不再有用，我是不是就不值得被喜欢了？最后这一层才是最狠的。为什么很多人一休息就会觉得自己很废？表面上看是因为没产出，再往下一层是因为价值感绑在产出上，再往下一层是因为忙碌帮你压住了不安，再往下一层是你开始替那套逻辑说话。但这些都还不是最底，最底下那层是很多人从很早以前就已经学会把被爱、被留下、被认可的资格绑在我有没有用上。也就是说，你怕的不是休息本身，你怕的是一旦我不再有用，我是不是就没有存在价值了？这种东西很少是你长大以后突然学会的，很多时候它很早就开始了。小时候你成绩好，大人比较满意，你乖一点，比较少被嫌，你懂事一点，比较容易被夸，你会帮忙，会忍，会撑，会表现，别人比较喜欢。久了以后，你的大脑会默默学到一件事，我有功能的时候比较安全，我做得好的时候比较值得被喜欢，我如果不能带来什么，最好不要占位置。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长大后，明明已经没人拿着尺在他旁边打分了，却还是会一停下来就有一种深深的羞耻感。因为那不只是我今天没效率，那更像是我今天没有证明自己，我今天没有贡献，我今天没有好好扮演一个有用的人，那我是不是就不配舒服，不配轻松，不配被原谅？这才是最黑的地方。很多人不是不会休息，他是不敢变成一个暂时没有功能的人，因为在他心里，那几乎等于在冒一个更大的险。如果我不再有用，还有人会要我吗？所以你以为你在跟拖延、焦虑、熬夜、低效作战，其实很多时候你是在跟一个更老、更深的恐惧作战。如果我不能一直证明自己，我是不是根本不值得存在？今天我们拆的不是休息为什么这么难，而是为什么很多人一停下来就开始讨厌自己。
因为问题从来不只是作息，也不只是压力管理，它真正黑的地方在于，你可能早就把有价值这件事绑在了有产出上。你不是单纯不会放松，你是已经被训练成不前进的时候就开始怀疑自己。你明明很累，却不敢停；你明明需要休息，却一休息就有罪恶感；你明明想过的轻一点，却总是在安静下来的时候，听见脑子里那个声音：你是不是又不够好了？而这个声音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它大，而是它常常听起来很像真理。它会装成责任感，装成上进，装成自律，装成对未来负责。但很多时候，它底下真正运转的东西，只是一个你不太敢承认的信念。如果我没有再证明自己，我就不配安心。好，今天就先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种把人性、焦虑、自我价值，还有那些不太体面的真相，一层一层拆给你看的内容，记得订阅这个频道。我是瑞，我们下次见。Look closer.